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有点特别，是关于一位农村残障女孩嫁到台湾的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希望通过分享，让更多人了解婚恋中的坚持和勇气。小巧是个让人心疼又佩服的姑娘，今年24岁，身高167，在村里当卫生员，虽然没有正规医疗资格，但是在当地可是个小有名气的乡村医生。她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山村，那个地方山高路远，条件艰苦得很。小巧从小体弱多病，6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村里根本没有医疗条件，就在全家人绝望的时候，一位路过的城市医生救了她一命。那次经历给小巧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她暗自立志要学医，要像那位医生一样救死扶伤。可惜家里穷啊，供她念到初中就没办法继续了。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小巧从小跟着爷爷生活。爷爷，我想去读卫校。15岁那年，小巧鼓起勇气向爷爷提出请求：傻丫头，家里哪有钱供你上学啊？你爸妈打工的钱刚够你弟弟读书。爷爷叹了口气，那我可以自己打工赚学费。算了吧，女孩子10几个字就够了，以后嫁个好人家最重要。听到这话，小巧心里不是滋味，但她懂事地没再提这事。16岁那年，意外发生了，爷爷突然中风瘫痪，小巧不得不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。爸妈在外地打工，1个月才能回来一次。小巧一边照顾爷爷，一边自学医术，渐渐成了村里唯一的医疗力量。小巧，我家老头子又肚子疼，你过来看看吧。小巧医生，我婆婆血压又高了，你有药吗？村里人都尊称她为34。小巧医生34，虽然她没有正规学历，但胜在认真负责、细心耐心。更难得的是，她知道村里人经济条件差，看不起病就自费购买基础药品给乡亲们义诊，甚至贴钱给村民买药。小巧啊，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自己还是个孩子啊。村支书老张心疼地说。没事的张叔，我能帮到大家，心里高兴。小巧笑着回答，却掩饰不住眼里的疲惫。命运似乎总是不公平。就在小巧18岁那年，一次出诊途中遇到山体滑坡，她被埋在土里整整1天才被救出来。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右腿受伤严重，从此落下了残疾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小巧，你这辈子怕是嫁不出去了。邻居王婶叹气道。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，我自己照顾自己。小巧倔强地说，倔强的背后是无尽的辛酸。每天夜里疼痛发作时，她独自一人咬着被角哭，不敢发出声音，怕吵醒卧病在床的爷爷。那段时间，她几乎想过轻生，但想到村里那么多需要她的人，又硬撑了下来。20岁那年，爷爷去世了。临终前，老人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草药方交给了小巧。丫头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方子，或许对你有用。接过那本发黄的手抄本，小巧泣不成声。她知道这是爷爷给她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。从那以后，小巧开始尝试研制价格低廉的民间药。她住在半倒塌的祖屋里，撑起村里唯一的医疗点。虽然面临卫生部门因无证行医的取缔压力，但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医疗事业。就在这时，命运给小巧开了个小玩笑。小巧，来，给你介绍个对象。村支书老张兴冲冲地带着一个男人来到小巧家。小巧有些尴尬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40出头，微胖，戴着眼镜，一看就是城里人。你好，我叫林志明，来自台湾高雄。男人礼貌地伸出手。你好，小巧局促地回应，不敢直视对方。原来这位林先生是位台商，在附近县城开了加工厂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听说了小巧的事迹，对这个坚强的姑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听说你懂得配药，对中草药很有研究，只是一些土方子，不值一提。小巧谦虚地说，不，这很珍贵。我在台湾有个中药材贸易的朋友，一直在寻找民间验方。就这样，两人聊得很投机。林志明3番5次来村里，每次都会带些礼物，有时是水果，有时是书籍，还有医学期刊。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，小巧这是走运了啊，台湾人呢比我们这里条件好多了。是啊，
虽然小巧腿有点问题，但人长得漂亮又能干。你们别瞎说，台湾人来这穷山沟找对象，指不定安的什么心呢？面对流言蜚语，小巧心里也没底。他对台湾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，总以为那边和大陆差不多，可能经济条件稍微好些。小巧，跟你说实话，我是真心想娶你回台湾的。1个月后，林志明正式表白。小巧惊呆了，他没想到这个比自己大近20岁的台湾男人会对自己有意思。为什么是我？他不解地问。我只是个残疾的乡村姑娘，我甚至没读过什么书，因为你善良、坚强、有智慧。林志明认真地说，我在台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我前妻太注重物质，而你不一样。小巧犹豫了，她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，但从没想过会嫁到台湾去。她对台湾的印象停留在宝岛台湾这个模糊概念上，不确定自己能否适应那边的生活。志明，我需要时间考虑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林志明没有强求。然而，当小巧向家人透露这件事时，反应却出乎意料，嫁到台湾去。你疯了吗？电话那头父亲暴怒，那么远，万一被骗了怎么办？爸，志明人挺好的，而且他条件也不错，你懂什么？台湾人来大陆找老婆，不就是嫌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好骗、好控制吗？爸，你这样说不公平。总之，我不同意。你要是敢嫁过去，就别认我这个爸。挂断电话，小巧泪流满面。他没想到父亲会如此激烈的反对。母亲后来偷偷打来电话，语气温和些，但立场同样坚决。巧儿，台湾那么远，妈妈舍不得你去。再说了，那边的人和我们不一样，你过去会受委屈的。面对家人的强烈反对，小巧陷入了痛苦的挣扎。一方面，他对林志明产生了好感，另一方面，他又不忍心与家人决裂。就在他犹豫不决时，一件事让他下定了决心。村里突发一种怪病，好几个孩子高烧不退。当地卫生院给不出准确诊断，建议送县医院。但山路崎岖，又逢雨季，去县城的路被冲断了。情急之下，小巧想起自己收集的草药方里有一味退烧药方，他连夜熬制药汤，挨家挨户送药。几天后，孩子们的烧都退了。这件事给了林志明很大触动。他拿出手机给小巧看了一段视频，台湾一家中草药研究所的介绍。小巧，你的才能在台湾能得到更好的发挥，那边对传统中医很重视，有完善的研究体系。真的吗？小巧眼睛亮了。当然，而且台湾的医疗体系很完善，你的腿病在那边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。对小巧来说，这是个无法拒绝的诱惑。她一直梦想能学到更多医术，更何况自己的腿病多年无法根治，在山村里只能靠止痛药硬撑，但父母的态度依然强硬。最后一次通话中，父亲甚至说出了绝情的话：你要是嫁到台湾去，就别再认我们这个家。爸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权决定自己的人生，那你去吧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女儿。电话被啪的一声挂断。小巧泣不成声，但她的决心却没有动摇。就这样，在林志明的帮助下，小巧办理了各种手续，准备赴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村里人纷纷来送行，给他准备了各种土特产，让他带去台湾。小巧啊，到了台湾别忘了给我们写信回来。对啊，听说台湾很发达，你要是过得好，就留在那边吧。临行前，只有母亲偷偷来送他。母女俩抱头痛哭，但都知道此去之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妈，我会好好的，您和爸也要保重。丫头，妈妈舍不得你啊。带着母亲的泪水和祝福，小巧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她满怀忐忑与期待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。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时，小巧紧张的手心冒汗。透过舷窗，她看到了完全不同于家乡的景象，高楼林立，道路宽敞整洁。小巧，欢迎来到台湾。林志明在机场接机，身边还站着一位慈祥的老太太。这是我妈，你以后就叫她妈妈。妈妈好，小巧局促地喊道。老太太上下打量着小巧，然后突然紧紧抱住她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，以后台湾就是你的家。这一刻，小巧鼻子一酸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没想到会得到如此温暖的接待。
然而，初到台湾的新鲜感过后，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开始显现。首先是语言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人的口音、用词和大陆差异很大。小巧经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，而他的口音也常常引来善意的笑声。小巧，你要吃饭还是吃中饭啊？林志明的母亲问道。啊，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小巧困惑地回答。哎呀，台湾人说吃饭指的是吃米饭，吃中饭才是午餐的意思啦。这样的小误会每天都在发生，有时候闹出笑话，有时候则让小巧感到挫折。其次是生活方式，台湾的生活节奏快，处处讲究效率和规则。小巧习惯了农村的随性，一时难以适应。小巧，垃圾要分类哦，这边是可回收的，那边是厨余，剩下的才是一般垃圾。这么麻烦啊，小巧嘀咕道。不麻烦啦，环保很重要的。而且垃圾车按时来收，你要记得听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音乐，听到就赶紧拿垃圾下楼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小巧惊讶的是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。街道干净整洁，公共设施齐全，医疗系统完善。特别是对残障人士的友善设施，处处都有无障碍通道，让小巧倍感温暖。志明，台湾真的很发达啊，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小巧感叹道。是啊，很多大陆朋友来台湾都有这种感觉。其实台湾经济发展早，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完善。结婚那天，小巧穿着白色婚纱站在教堂里，心情复杂至极。她既高兴能找到一个真心爱她的人，又遗憾父母没能见证这一刻。在这个神圣的时刻，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。牧师的祝福声中，林志明深情地吻了小巧。婚后的生活比小巧想象的还要美好。林志明确实如他所说，带他去了台湾一家著名的中医药研究所。在那里，小巧的草药知识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肯定。他甚至被邀请加入一个民间验方研究项目。小巧，你的草药配方很独特，有些组合我们这边医书上都没有记载。研究所的张教授赞叹道。这都是我爷爷传下来的，我只是记住了而已。小巧谦虚地说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在先进医疗条件下，小巧的腿伤得到了有效治疗。虽然不能完全恢复，但疼痛大大减轻，行动也方便多了。小巧，你看你现在走路多利索了。林志明高兴地说。是啊，以前在家乡，每到阴雨天就疼得睡不着觉，现在好多了。小巧感激地回应。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小巧开始接触更多台湾朋友，了解更多台湾文化。他发现台湾人在某些方面比大陆人更注重细节，生活更精致。但在家庭观念、尊老爱幼等传统价值观上，两岸其实很相似。小巧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你吗？有一天晚上，林志明突然问道。因为我懂草药，小巧试探着回答。不全是，林志明摇摇头。我欣赏你的那种坚韧和善良。在台湾，很多年轻人追求物质，变得功利。我前妻就是这样，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最后选择了离开我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愿意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救人，这种品质很难得。听到这番话，小巧心里暖暖的，她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然而家乡的牵挂从未减少，每逢春节、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，小巧就特别想家。她尝试给父母打电话，却总是被父亲挂断。只有母亲偶尔会偷偷接听，但谈话总是小心翼翼，生怕被父亲发现。妈，我在台湾过得很好，您别担心，好就好，你爸还在生气。你知道的，他这个人死要面子，我知道。妈，您和爸保重身体，有机会我会回去看您的。不用了，你安心在那边生活就好。这样的对话总是让小巧泪流满面。他知道父母心里还是爱他的，只是拉不下面子罢了。就这样，时光匆匆流逝，小巧在台湾已经生活了5年。这5年里，他不仅适应了台湾生活，还在中医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。他和林志明的婚姻也很稳定，两人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取名林小川，寓意连接两岸的小河流。小巧，有没有想过回大陆看看？一天，林志明突然提议。当然想，但我爸还在生气，我怕回去会不欢而散。都5年了，人家都说5年不变是真爱，我相信你爸妈对你的爱不会变的。
在林志明的鼓励下，小巧决定暂时放下工作，带着小川回大陆探亲。临行前，他忐忑不安，甚至做好了被父亲拒之门外的准备。然而，让小巧没想到的是，当他提着行李箱，牵着儿子的手站在家门口时，开门的不是别人，正是5年未见的父亲。老人愣在当场，眼泪瞬间涌出。他没说一句话，只是紧紧抱住了小巧和小川。母亲闻声赶来，看到这一幕也泣不成声：“我的乖女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小巧哽咽着说：“这是你们的外孙，小川，小川，快叫外公外婆。”“外公好，外婆好。”小男孩奶声奶气地说着，带着浓浓的台湾口音。人类的感情就是如此奇妙，血脉亲情终究战胜了一切隔阂。当天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小巧，这些年你在台湾过得怎么样？父亲终于开口问道，声音中透着关切。挺好的，爸。台湾的医疗条件好，我的腿伤好多了。而且那边的中医研究很发达，我现在在一个研究所工作，研究民间验方。真的吗？父亲惊讶地问。我以为台湾那边，你以为台湾很穷吧？小巧笑着反问，其实不是的。台湾经济很发达，街道干净整洁，到处都是便利店，生活非常方便。那边的人对你好吗？母亲担忧地问。很好，特别是志明的妈妈，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。刚到台湾时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是她手把手教我做台湾菜，教我说台湾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父亲不断点头，眼中满是欣慰。然而，真正让父母震惊的是第2天，林志明带着礼物来了，而且还带来了医疗专家。原来他早已安排好了，要给村里人做一次免费体检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志明。林志明礼貌地鞠躬，这是小小心意，请收下。父亲看着地上的礼品，名贵的茶叶、高级保健品、精美的台湾特产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林志明居然还带来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专业医生，在村委会搭起临时医疗站，为村民们免费检查。志明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太破费了。父亲不好意思地说，叔叔，这不算什么。小巧为这个村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也想尽一点绵薄之力。林志明真诚地回答。看着排队等候检查的村民，看着儿子和女婿忙前忙后的身影，父亲红了眼眶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有多么可笑。他原以为台湾人娶大陆女孩就是看不起大陆，原以为女儿嫁到那么远会受委屈，原以为爸，您怎么哭了？小巧关切地问。没事，爸爸是高兴你找到了好归宿。那天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父亲郑重其事地给小巧和林志明道歉，对不起，是爸爸不懂事，固执己见。幸好你有主见，否则就错过了这么好的姻缘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我理解您的担忧。小巧握住父亲的手。志明，你要好好对我女儿，知道吗？父亲转向林志明，语气诚恳。叔叔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小巧好的。林志明认真地答道。这次回乡之行不仅化解了家庭的矛盾，还让小巧看到了家乡的变化。这几年，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到了这个偏远山村，道路修好了，村卫生室也建起来了，配备了基本医疗设备和常用药品。小巧，你看，现在村里条件好多了。村支书老张自豪地说，就是缺医少药的问题还是存在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留下的都是老人小孩。听了这话，小巧和林志明对视一眼，似乎心有灵犀。临走前一天，小巧郑重其事地向父母宣布了一个决定：爸妈，我和志明商量好了，我们打算在村里捐建一个小型医疗站，配备基本设备，并定期邀请台湾医生来义诊。这太好了！父亲激动地说，但是这得花不少钱吧？没关系的，爸。我在台湾这几年也积累了一些资源，而且知名的公司每年都有公益预算，这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。当天下午，林志明就联系了设计师，开始规划医疗站的建设。他还特意安排了远程医疗设备，让台湾的医生可以通过视频为村民看诊。志明，你真的愿意做这么多？小巧感动地问。当然，这是你的家乡，也是小川的根。
我希望小川长大后能理解两岸文化，了解自己的血脉源头。林志明深情地说，而且台湾和大陆本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离别的那天，全村人都来送行，父母依依不舍地抱着小川，一再叮嘱小巧要照顾好自己。爸妈，等医疗站建好了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小巧保证道，而且我想邀请你们去台湾住一段时间，看看我们在那边的生活。好好好，父亲连连点头，眼中满是期待。坐在返回台湾的飞机上，小巧回想这5年来的经历，感慨万千。他不禁想起当年那个决定嫁去台湾时的自己，那时候充满了未知和恐惧。而如今，他收获了幸福的婚姻、可爱的孩子、成功的事业，还修复了与家人的关系。在想什么呢？林志明温柔地问。我在想，如果当初我听了爸爸的话，没有嫁给你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那我的人生就会少了一道光彩。林志明深情地说，谢谢你当初的勇气和决定。小巧微笑着靠在丈夫肩膀上，心中满是感恩。她知道，两岸婚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障碍，关键在于相互理解、尊重和包容。而跨越海峡的爱情，恰恰因为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才显得更加珍贵。作为一名婚恋红娘，我见证了无数对情侣的相识相爱，其中不乏两岸婚姻。我想对那些考虑跨海峡婚恋的朋友们说，不要被刻板印象所束缚，不要被偏见所左右，用心去感受对方的真诚，用爱去跨越所有障碍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